每天一碗汤，湿气全跑光。如何化解湿气？下面复述倪海厦老师的语音。今天呢，跟诸位讲一个观念，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这个观念通了，你一辈子受用不尽，保证你无灾无病，长命百岁，好不好？什么观念？就是这个湿气的湿。各位常常听到中医讲，哎呀，你这个湿气太重了，到底什么是湿呢？讲半天，很多人还是搞不懂。我用最简单的方式，让你一听就懂，一辈子都不会忘掉。这个湿，你把它想成就是粘液，身体里面的粘液，你看那个痰是不是黏黏的？你吐出来黄黄的、白白的，那就是湿。还有呢，你关节痛、风湿关节炎，那个湿是什么？就是粘在骨节缝里面，像胶水一样的那个东西，让你关节没办法很灵活的转动，一动就痛，那就是湿。所以湿的定义很简单，就是粘液，就是脏东西。那这个湿怎么来的？为什么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？这个来源太多了，防不胜防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今天大热天在外面做工，哇，流了一身大汗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忙完了，你跑到树底下或者跑到冷气房门口，风一吹，好凉快哦，你觉得很舒服，可是你错了，你这个汗本来身体的阳气把它推出来，是要排掉身体的废热和水的，结果你被风一吹，冷气一吹，毛孔瞬间收缩，那个正要出来，还没出来的汗，硬生生被憋回去了。那回去了跑哪儿去？它就停在你的皮肤和肌肉中间，就变成湿了。这个就是最常见的，叫做表湿。还有呢，吃东西，你吃东西也会吃出湿来。比如说你今天去吃一个自助餐，吃得太撑了，脾胃来不及运化，消化不掉，那些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停在肠胃里面，慢慢的就会发酵变质，产生很多粘液。这个就是中焦之湿，或者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上吐下泻，那个泻出来的水的东西，还有你吐出来的黏黏的东西，通通都是湿。更不要说现在的人最喜欢喝什么冰的手摇杯，一天3杯，不喝难过。各位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脾胃，你的五脏六腑是需要温度的，大概就是37度左右。你一杯500毫升的冰块水灌下去，你的脾气都快结冰了，它还要耗费多少自身的阳气去把这个冰水温回到37度。这个过程里面，脾的阳气就耗损掉了。脾主运化，脾的阳气一弱，它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下降。那水喝进去，好的部分被吸收，坏的多余的水就排不掉，停在身体里面就变成湿了。所以你发现越喜欢喝冰的，越容易水肿，越容易觉得身体很重，整个人懒洋洋的，提不起劲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阳虚生内湿，道理就在这里。所以湿的来源有外感的风寒暑湿燥火，有内伤的饮食劳倦情绪，通通都会造成湿。这个湿小小的累积，你可能没感觉，顶多就是早上起来，哎，今天怎么头重重的，好像戴个帽子一样，或者觉得身体很困，好像被什么东西裹住了，舌头伸出来一看，上面铺了一层白白的、厚厚的，甚至有点黄黄的腻苔。这就是身体在告诉你，嘿，我里面的湿太多了，快要满出来了。那你如果不理它呢，这个湿它很会找地方住，它停在肠胃就让你消化不良、腹胀，大便黏黏的冲不干净，它跑到皮肤就变成湿疹、荨麻疹，痒得要死。它跑到关节就是风湿关节炎，它如果跟热结合在一起变成湿热，跑到肝胆就是肝炎、胆囊炎，跑到膀胱就是泌尿道感染，跑到女人的子宫就是白带、赤带，黏黏腻腻，味道很重。如果这个湿停在身体里面久了，跟淤血、痰浊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，最后就变成什么肿瘤、囊肿、肌瘤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所以诸位你看看，所有的大病几乎都跟这个湿脱不了关系。所以我们中华文化里面中医的观念最高明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上工治未病，我不要等你生大病，我看到你有一点点小小的湿，我就想办法帮你排掉。你今天把家里地板弄湿了，你是不是马上拿拖把把它拖干？你不会等它发霉了、长香菇了才来处理吧？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啊。那要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个最根本、最普遍的湿邪呢？我们老祖宗早就帮我们准备好一个既是食物又是药，非常平和、非常有效的方子。这个方子你在台湾的路边摊都看得到，就叫做四神汤。
你看那个名字四神汤，代表着4个药合在一起，效果跟神一样，很厉害。哪4神？很简单，淮山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山药，莲子、薏仁、芡实，就这4样。这个方子为什么这么神？诸位，你学中医一定要学方剂后面的精神，那个理，而不是去死背那个药。你看它这个组合多漂亮。首先它有淮山，淮山也就是山药。淮山是什么？它是补脾阴、健脾气的。脾胃是后天之本，我们吃下去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脾胃来消化、吸收，化生成气血，送到全身。你的脾胃如果虚了，就像一个工厂的生产线停摆了，你给它再好的原料，它也做不出产品来。而且脾胃一虚，运化水湿的能力马上就下降，湿气就会停在身体里面。所以治湿要先健脾，这是根本大法。山药就是那个打地基的，先把你的脾胃功能恢复起来，让他有力气去工作。你看那个小孩子面黄肌瘦，不爱吃饭，给他吃点山药粥，慢慢的胃口就开了，人就长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把脾胃的地基打稳了。好，地基打稳了，再来你看他放了莲子，莲子有什么用？莲子除了健脾以外，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涩，收涩的涩，它可以止泻，还可以清心安神。很多人脾胃不好，湿气重，大便都会不成形，稀稀糊糊的，莲子下去可以把这个肠道里面的水收一下，让大便成形。而且湿气重的人常常会觉得心烦，晚上睡不好，脑子里面乱七八糟想一堆。为什么？因为心跟脾是母子关系，脾是子，心是母，脾虚了会影响到心，叫做子盗母气。莲子色白入肺，味甘入脾，性涩入肾，又能清心火，所以它下去一方面帮你把脾顾好，一方面让你那个烦躁的心安定下来。你看是不是又顾脾又顾心？好，现在脾也健了，心也安了，可是身体里面已经存在的那些湿怎么办？总要有个东西把它排出去吧。这个时候第3个神将出场了，就是薏仁。薏仁你看它的性味叫做甘淡微寒，中医讲淡能渗湿，什么意思？味道比较淡的东西利水的效果特别好，因为它不会太滋补，也不会太克伐，它就是温和地慢慢的把水引导到膀胱，然后从小便排掉。所以薏仁就是这个方子里面的排水大队长，你身体里面多余的脏的湿气就靠薏仁把它清出去。而且薏仁还有一个好处，它可以清一点点热，湿气在身体里面待久了很容易郁而化热，变成湿热。薏仁带一点微寒，正好可以把这个小小的热象也一起清掉。所以你看很多女孩子喜欢吃薏仁，说可以美白皮肤，有没有道理？当然有道理。你皮肤上的那些斑斑点点暗沉，很多时候就是湿浊造成的，你把湿气排干净了，皮肤自然就干净透亮了嘛。好，现在有补的，有清的，有排的了，那是不是还少一个？万一这个门没有关好，湿气一边排一边又漏进来，那不是白搭了吗？所以第4个神将叫做芡实就上场了。芡实又叫做鸡头米，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？叫做固涩，巩固的固，收涩的涩。它跟莲子有点像，但它的力量更偏向于肾和下焦。它可以补脾，也可以除湿，但它最厉害的是帮你把身体的水龙头关紧。什么意思？有些人肾气不固，动不动就小便频数，晚上要起来好几次，或者男人会滑精、早泄，女人会白带过多，这些都是下焦固涩无力的表现。芡实下去就像一个扳手，帮你把那个松掉的水龙头给拧紧了，它把肾气固住，让精气不会随便漏掉，也让湿气不容易再从下面渗进来。所以诸位，你再看一次这个方子，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团队合作？山药20克，健脾胃，打好地基，这是后勤部长；莲子20克，补脾又安心，巩固中焦，这是政战主任，安定军心；薏仁20克，利水渗湿，把敌人湿邪赶出去，这是先锋大将；芡实20克，固肾涩精，守好后门，防止敌人再进来，这是后卫将军。你看，有攻有守，有补有泻，整个方子四平八稳，平和的不得了。它不是什么虎狼之药，它根本就是食物，所以这个汤你平常就可以吃，想到就吃。你可以去中药房把这4样药材抓回来，等比例，比如说都抓个20克，拿来跟排骨一起炖，跟鸡肉一起炖，跟猪肚一起炖。哇，那个汤又好喝，又有营养，又能帮你排湿健脾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吃？
一年四季都可以吃，春天湿气重可以吃，夏天贪凉饮冷，湿气更容易困在身体里面，更要吃。秋天要养肺，肺跟脾是母子关系，健脾可以补肺，当然可以吃。冬天要藏精，你用芡实、莲子来固涩，又用山药、薏仁来健脾化湿，让身体清爽地进入冬藏，更是再好不过了。所以不管你是大人、小孩、老人，只要你觉得最近有点累，胃口不太好，大便有点黏，或是舌苔比较厚，你就煮个四神汤来喝，连续喝个几天，你会发现，身体变轻了，精神变好了，舌苔也变干净了。我临床上看过太多病人，一身的毛病，什么头痛、过敏、皮肤痒、关节痛、妇科问题，追到最后根源都是一个湿字。有时候我根本不开什么复杂的药，我就叫他你先回去买四神汤的材料，自己煮来喝2个礼拜，什么都不要做。2个礼拜以后他回来，哇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精神饱满，很多小毛病自己都不见了。他问我说，老师怎么这么神奇？我说这有什么神奇的？你只是把你家那个发霉的地下室打扫干净了而已嘛。你身体里面的垃圾清掉了，气血能顺利地跑遍全身，脏腑功能恢复正常，病不就好了吗？所以诸位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最高明的智慧，叫做药食同源，叫做上工治未病。健康绝对不是等到生病了才丢给医生去处理，健康是靠你平常一点一滴的保养累积起来的。你每天都在累积一点小湿气，没关系，很正常，但是你也要有方法，常常去把它清掉。这个四神汤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简单、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日常保健的法宝。诸位呢，没事就煮来吃好不好？常常保持身体里面是清爽的、干净的，没有那些黏黏腻腻的湿气停在里面，你根本就不会生什么大病。这个观念通了，你就可以掌握自己健康的主导权，活得轻松又自在，好不好？